你是否曾有过这种感觉？就好像你自己的心智是一个战场，一个被你不指挥的军队占领的领土。你醒来，焦虑的壕沟已在夜间被挖好，你试图工作，却被关于你的能力、关于别人会怎么想、关于一个尚未发生的灾难性未来的信念所轰炸。这些关于金钱、关于你的潜力、关于你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信念，它们从何而来？你根据他们行动，为他们受苦，因为他们而推迟你的生活。但你曾否停下来，以残酷的诚实问自己，是我签署了这份条约吗？是我同意了这个真理吗？这场无声的战争每天在你眼前进行，是你不安和疲惫的真正根源。这种感觉自己是他人思想的傀儡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声的流行病。你的心智本应是你的城堡，你和平与力量的圣殿却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公共广场。任何意见，任何继承来的恐惧，任何危言耸听的新闻头条都可以进来涂鸦墙壁。你感到被动、脆弱，像一艘在信息和外部判断风暴中无舵的船。拖延不是懒惰，它是相互冲突的信念之间交战所导致的瘫痪结果。怀疑不是缺乏信心，它是这场持续不断的内部战斗所释放出的有毒迷雾。你被条件化的相信和平来自外部，但你所感受到的混乱正在内部产生和滋养，带着你无意识的许可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存在一种和平的建筑学呢？一种工程方法，用以夺回你精神领土的指挥权，并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造一座内在的堡垒，一座能够抵抗任何外部风暴的堡垒。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友善，而是因为你变得不可动摇。在这个视频中，你不会学到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，你将收到蓝图，一本建筑手册，让你成为自己心智的建筑师。我们将通过3个斯多葛过滤器，3个你将安装在你意识中的筛选门，来刻意决定哪些信念值得构建你的现实，哪些应该像瓦砾一样被丢弃。这是承诺。到最后，你将拥有结束战争和开始建设的工具。我们将用于这项宏伟建设的技术是斯多葛主义，但忘掉那些穿着长袍、对苦难逆来顺受的白胡子老人的形象。那是一种让你保持软弱的漫画。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不是被动，它是一个军火库，它是一种心智的建筑学，一个在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发展起来的内部工程系统，为一个单一目的而设计，建造一个内在的堡垒，一个不受外部混乱侵犯的灵魂城堡。我们不是在谈论扶手椅上的哲学，我们是在谈论一本人类心智的操作手册，由皇帝、将军和前奴隶在最极端的压力下测试过。这是将你能控制的与你不能控制的分开的艺术，这样你就可以将你的全部力量应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。现在，请非常注意，因为这是你整个新堡垒的主梁，将解放你的根本性改变。那个重塑框架是，你不是像携带物体一样拥有信念，你在每一秒钟同意于印象。一个印象是一个原始的想法，一个到达的信息。我的老板斜眼看了我，判断及信念是你添加的故事，他要解雇我了。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，在事件和你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你真正的力量，同意故事或者拒绝它的力量。改变你的生活不是关于改变事件，而是关于成为你心智大门的有意识的守护者，撤销你对错误判断所给予的同意。这不是现代的发明。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，在军事战役中度过他的夜晚，不仅是计划战斗，而且是进行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内在的战争。在他的个人日记，我们今天称之为沉思录中，他不知疲倦地实践着这种心智的建筑学。他提醒自己，事件本身是中性的，仅仅是印象，而将它们转变为灾难或机遇的力量完全在于他的判断。他明白，他帝国的质量直接反映了他信念的质量。如果一个皇帝需要这种日常练习来统治世界，想象一下他能给你多大的力量来统治你自己的生活。你城堡的第一个大门，最重要也是守卫最严密的，是这个控制过滤器。
它的基础是由艾比克泰德奠定的，他曾是奴隶，后来成为最受尊敬的斯多葛哲学家之一。他教导说，寻求智慧者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将事物分为两类，我们能掌控的和我们不能掌控的。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是我们的判断、我们的意图、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厌恶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。在我们的掌控之外的是其他一切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声誉、他人的意见、经济、天气、过去和未来。应用这个过滤器意味着在任何行动或担忧之前问，这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唯一理性的行动就是接受。这是宁静的基本法则。所有的精神痛苦无一例外都源于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。焦虑是试图控制未来的结果，愤怒是试图控制他人行为的后果，内疚和悔恨来自于试图控制过去。宇宙没有义务遵从你的愿望，要求现实与它本来的样子不同，是精神错乱的定义。控制过滤器不是一个建议，它是对人类状况物理学的接受。它邀请你从不可能胜利的战斗中撤回你的部队，将你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唯一一个你的胜利得到保证的战场上，你自己的心智和你自己的选择的战场上。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原则这么难应用呢？第一个障碍是我们自己的自我，他是一个被迷惑的暴君，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。低语说，只要有足够的努力，足够的担忧，你就能让现实屈服于你的意志。他告诉你，别人对你的看法直接反映了你的价值，因此你必须控制它。他告诉你，你努力的结果比其背后的意图更重要。自我激烈的抵制这样一个观点，即世界的大部分运作独立于他的意志，因为接受这一点意味着接受它并非无所不能。放手看起来像是一场失败，而实际上它是最伟大的战略胜利。社会也与这个过滤器作对，从童年起，我们就被编程去寻求外部验证，并用很大程度上超出我们控制的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成功。分数、奖项、晋升、追随者数量、你的房子的大小，世界庆祝结果而不是过程，它为胜利鼓掌而不是为有德性的努力。这种外部编程创造了一种试图操纵观念和结果的瘾，你成为了一部你没有写的戏剧中的演员，拼命地渴望着可能根本没有在看的观众的掌声。打破这一点需要一种无声的反叛行为，决定玩一场内在的游戏。规则由你定，唯一重要的分数是你品格的质量。此外，担忧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几乎是一种瘾。心智错误地认为担心一个问题是行动的一种形式，它创造了一种幻觉，即通过反复思考灾难性的情景，你就在以某种方式为他们做准备或施加控制。但慢性担忧不是准备，是自我破坏。这就像试图开一辆车，却死死地盯着后视镜。你没有在控制前方的道路，你只是在用已经过去或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折磨自己，同时在当下浪费着你专注力和精神能量的宝贵燃料。关闭这个焦虑的引擎，一开始会让人不舒服，因为随之而来的沉默可能看起来很奇怪。但正是在这种沉默中，真正的清晰才开始出现。在这里，你的堡垒的比喻变得至关重要。试图将你的幸福或价值建立在你无法控制的事物上，就像试图在流沙上建一堵墙。每当他人意见的潮水上涨，或运气的风向改变，你的结构就会崩溃。像我需要这个人爱我才能完整，这样的信念是一块砂岩，它可能看起来很坚固，但它会在第一场情感风暴中瓦解，让你暴露无遗，脆弱不堪。你把城堡的钥匙交给了别人，并期望他们会好好保管它，那不是爱，那是一场以你自己的内心平静为赌注的高风险赌博。现在，想象一下另一种选择，想象一下将你的堡垒建立在你力所能及的坚固岩石上，基本的信念变成：我将以爱、善良和正直行事，无论他人如何反应。这是一块花岗岩，它不依赖于你之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。价值不在于被爱回来，而在于爱的行为本身。力量不来自批准，而来自你行动的真实性。这个基础是不可动摇的。外部世界可以咆哮，风暴可以来临，
但你的城堡依然完好无损，因为它的基础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意图和有德性的努力。你成为你自己验证的来源。想想克劳迪奥，一个才华横溢但常年焦虑的项目经理，他痴迷于他的主管对他的看法，每一封未回复的电子邮件，走廊里的每一个眼神都被剖析为不祥之兆。他工作到很晚，不是出于热情，而是为了被看到。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担忧。他们喜欢我的演示吗？如果项目失败了怎么办？我的职业生涯就完了。克劳迪奥正在将他的自尊建立在他人感知的流沙上，他将自己平静的控制权交给了外部因素，并正在用他的心理健康、他的创造力和他的生活乐趣付出代价。一天，筋疲力尽的克劳迪奥决定应用第一个过滤器。他问自己，我在这里真正能控制什么？答案是明确的，他无法控制他主管的意见，他无法控制项目的最终成功，他无法控制经济，他能控制的是他的工作质量，他沟通的清晰度，他对待团队的方式，以及他面对挑战的态度。从那天起，他改变了焦点，他准时到达，勤奋而专注的工作，然后回家。他专注于为他的团队成为一个好领导，而不是为了给他的老板留下深刻印象。焦虑并非一夜之间消失，但他对他的力量大大减弱了。克劳迪奥的转变是深刻的，他停止了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，并且矛盾的事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受尊重。他的工作改善了，因为他的精力不再被焦虑所耗尽。他的领导力变得更真实，因为他不再是出于恐惧而行动。他找到了一种不依赖于下一次赞美或下一次晋升的宁静。他发现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操纵外部世界，而在于主宰内心世界。他不再是一个验证的祈求者，而是成为了自己满足感的建筑师。你现在就是克劳迪奥。你在哪里放弃了你的力量？这第一点的结论是一种激进的解放。通过应用控制过滤器，你并没有变得被动或冷漠，相反，你正在成为能量效率的大师。你停止在那些定义上就不可能胜利的战斗中浪费你的意志力、你的注意力和你的情感。所有这些以前耗散在担忧、愤怒和挫败感中的能量，现在都回到了你身上，一个可以被引导到真正重要事物上的力量储备。这就像关闭了几十个在后台运行并耗尽你心智电池的应用程序。突然间，你有了处理能力来专注于当下，你成为了一名生活的战略家。你不再对命运的每一次挑衅都做出反应，而是明智地选择你的战斗。你明白，真正的竞技场不是世界，而是你自己的心智。别人对你的看法，那只是噪音，除非你验证它。经济危机，那是一个数据，一个你必须在其上航行的地形条件，而不是一次人身攻击。过去的错误，那是一堂课，而不是无期徒刑。通过只专注于你能控制的，即你的行动、你的判断、你的品格，你变得反脆弱。外部的挑战非但没有击垮你，反而成为实践美德和加固你城堡的机会。通过掌握这个过滤器，你实现了所有权力反转中最伟大的一个。你不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成为一个原因。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，而是成为你反应的主人。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运气或他人善意的俘虏，而是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财产，一座你建造的、只有你拥有钥匙的堡垒。这不是一个心理技巧，这是对自己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，即你选择的能力的主权的承认。应用这个过滤器是走出观众席，登上你自己生活舞台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决定性的一步。不是作为演员，而是作为导演。一旦你确定了一个问题是否在你的控制之下，下一个大门在等待。它是现实过滤器，它的功能是成为一名真相的侦探，一名感知得的外科医生。其任务是剖析每一个进入你心智的印象，并将其分为两部分：客观事实和你附加给它的判断。斯多葛派教导说，不是事件本身困扰我们，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。现实在其原始状态下是中性的，是我们的解释给它染上了恐惧、欲望、愤怒或喜悦的色彩。这个过滤器要求你停下来问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剥去我的故事、我的戏剧和我的情感之后，
应用这个过滤器是一种激进的清晰行为。想象你被解雇了，客观事实是我的雇佣合同被终止了。判断你的心智瞬间添加的故事层可能是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，我再也找不到另一份工作了，我会被羞辱。现实过滤器训练你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，前者是一个事件，后者是一个叙述，一个你选择告诉自己的灾难性小说。是这部小说而不是事件导致了恐慌、羞耻和绝望。学会看世界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你的情绪描绘的样子，是让你从自我强加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技能。但人类的心智反对这种清晰。我们是讲故事的机器，这是一种进化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世界的生存机制，但现在它常常对我们不利。心智讨厌中立的真空，它急于用一个叙述来填补事件和你反应之间的空间，通常是一个证实其现有恐惧和偏见的叙述。沉溺于受害者或受冤英雄故事的情感戏剧中，比费力的坚持客观现实要容易和诱人的多。戏剧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宣泄，一种确定感，即使那是一种悲惨的确定感。而现实，另一方面，需要纪律和勇气。这种内部冲突是由我们与我们情绪的认同所助长的。你不说我感到愤怒，你说我很愤怒，你与情绪融合，让它成为你那一刻的身份。现实过滤器是去认同的实践，是观察愤怒或恐惧的浪潮在你内心升起，而自己不成为那浪潮的能力。是说这里有一个我被不公正对待的判断，它正在我的身体里产生愤怒的感觉。这种分离无论看起来多么微小，都为理性的运作创造了一个空间，它让你能够质疑判断的有效性，而不是被其情感洪流盲目的拖走。堡垒的比喻继续引导我们，没有通过现实过滤器的信念是最奸诈的石头，它们看起来像花岗岩，看起来像坚固的事实，但实际上它们内部是空的，充满了恐惧和假设。像如果我的伴侣没有立即回复我的信息，那就意味着他不再在乎了。这样的信念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它伪装成逻辑观察，但它是一个建立在不安全感沼泽上的脆弱结构。当你把你关系的安全感建立在这样一块石头上时，任何沟通上的延迟都会变成一场地震，威胁要一堵墙一堵墙地推倒你整个内心的平静。相比之下，一个通过了过滤器的信念听起来是这样的：事实是我的伴侣没有回复，其原因目前我不知道。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，编造关于他的故事只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看这块石头的力量和稳定性，它是由纯粹的现实构成的。它不否认事件，但它拒绝在上面建造一座恐怖城堡。通过只使用这样的石头来建造你的内墙，你创造了一座宁静的堡垒。你成为一个对现实做出反应的人，而不是对你自己心智发明的恐怖小说做出反应。你的平静不再是仓促和灾难性解释的人质。让我们考虑一个司机的故事，我们称他为马克思。马克思堵在路上，有人粗暴地切入他的车道。印象来了，没有过滤器，他的心智立即添加了判断，真是个不尊重人的白痴，他故意这么做来羞辱我，像他这样的人正在毁灭世界。这个判断产生了一股愤怒的浪潮，他的心跳加速，他按喇叭大喊，他的身体充满了压力荷尔蒙。他到公司时已经筋疲力尽，恼怒并且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一个陌生人的行为持续了2秒钟，却劫持了他内心的平静，毁了他的一上午。现在让我们想象马克思应用现实过滤器，那辆车切入他的车道，他感到了最初的恼怒浪潮，但他停顿了一下，他问自己：我能确定知道什么？事实，一辆车开到了我前面。判断，他是个不尊重人的白痴，故意这么做的。他认识到他无法知道另一位司机的意图，也许他正在赶往医院处理紧急情况，也许他被一个坏消息分心了，也许他只是个糟糕的司机。他不知道，他意识到不尊重人的白痴的故事是他的心智创造的小说。他决定丢弃这个判断，只关注事实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开车。他平静而专注地到达公司。
这第二个过滤器的结论是清晰的力量。通过练习分离事实和判断，你成为自己感知的主人。你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反应者，而是成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变成一个冷漠或没有感情的人，情绪仍然会来。不同的是，现在他们是信息，而不是独裁者。愤怒告诉你，你的某个价值观可能被侵犯了；恐惧告诉你，你感知到了一个威胁。但你不再需要盲目的服从这些信息，你可以在现实的光线下审视它们，然后明智地选择你的回应。这种解释的力量是你最终的自由。外部事件将继续发生，人们会粗鲁，项目会失败，生活会呈现意想不到的挑战，这些都无法避免。但是你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，你选择告诉自己关于他们的故事是100%在你的控制之下的。两个人可以面对完全相同的事件，例如一次解雇，一个人可能视之为世界末日，而另一个人则视之为新方向的机会。事件是相同的，区别在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了现实过滤器。选择你的故事就是选择你的生活。在一个信念通过了前2个大门之后，即你确认了它指的是你控制范围内的事情，并剥去了它的错误判断，只留下客观现实，它必须面对最后的测试——效用过滤器。这里的问题受到马可·奥勒留实践的启发，是深刻而务实的。这个信念对我有用吗？它让我成为一个更好、更强、更有德行的人吗？它有助于我内心的平静和共同的利益吗？一个信念可能是事实正确的，并且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情，但对你的灵魂来说仍然是无用甚至有害的。这个过滤器是你最终的质量控制，确保只有最高贵和最实用的石头被用在你的堡垒中。想想对你过去犯下的一个错误进行反刍。信念，我在那种情况下犯了一个错误，通过了现实过滤器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而分析这个错误的行为部分在你的控制之下。然而，如果这种分析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谴责循环，它就在效用过滤器上惨败。信念，我真是个白痴，竟然做了那件事，并不能让你变得更好，它让你瘫痪，耗尽你的精力，并阻止你在当下正确行事。有用的问题不是我怎么能那么蠢，而是我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，以便未来更明智的行动。一个服务于瘫痪，另一个服务于成长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微妙的，心智常常将舒适或熟悉的东西与有用的东西混淆。像犬儒主义或悲观主义这样的信念可能看起来现实或安全，保护你免受失望。你可能相信期望最坏的情况可以避免失望，这个信念表面上甚至可能看起来有用，然而它没有通过过滤器。活在期望最坏情况中并不能保护你免受痛苦，它只保证你受2次苦，一次在你的想象中，另一次如果事件真的发生。此外，这种心态腐蚀了你感受快乐、拥有希望和采取创造非凡生活所需的大胆行动的能力。这不是一个有用的信念，这是一个自我强加的监狱。这个过滤器迫使你成为自己思想的策展人，你心智的园丁。你开始明白，思想不仅仅是随机的精神事件，它们是种子。一个怨恨的想法，如果被浇灌和滋养，将会长成一株有毒的杂草，窒息你整个内心的花园。另一方面，一个感恩的想法，即使很小，如果被培养，也能开花成一棵给你阴凉和果实的树。效用过滤器是每天拔除杂草及无用的、犬儒的、报复性的思想，并有意识地种植和浇灌美德、勇气、韧性和同情的种子的实践。在我们的堡垒中，效用过滤器选择了连接石头的砂浆类型。你可能有花岗岩石头基于现实和控制的信念，但如果你用悲观主义和怨恨的砂浆将它们连接在一起，你的墙壁仍然会有弱点。信念，我应该公正地对待他人，即使他们不这样对我，是存在的最坚固的砂浆。它基于美德，它服务于你的品格和你内心的平静，无论他人的行为如何。相比之下，信念我将像别人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们，是一种软弱和被动的砂浆，它使你的正直成为他人行为的反应，使你的堡垒容易受到任何外部攻击。这个最终过滤器的结论是，
你成为自己内部文化的指挥官，就像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有一种文化，即一套指导其行为的价值观和信念，你也有。大多数人允许他们的内部文化被偶然塑造，受外部影响和被动冲动的影响。然而，心智的建筑师则刻意设计他的内部文化，他决定他的心智将是一个纪律、勇气、正义和智慧的地方。他使用效用过滤器来确保他允许居住在自己内部的每一个想法、每一个信念都与这部宪法保持一致。通过将这3个过滤器整合到你的日常操作中，你完成了你内心城堡的建设。控制过滤器定义了边界，教你哪里该战斗，哪里该接受。现实过滤器在门口检查每一位访客，剥去他们的伪装和谎言。而效用过滤器则决定那位访客，即使是真实的，在你的墙内是否有一个高尚和建设性的目的。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，不是对抗世界，而是对抗你自己不守纪律的心智。你无法控制世界上发生什么，但你可以实现对你内心发生什么事的完全控制。而这，正如斯多葛派所知，是唯一真正重要的自由。你已经到了结尾，但你不是以开始这个视频时同样的观众身份到达的。你手里拿着一张蓝图，带着开始你生命中最重要工程的工具到达的。你不再是他人信念的囚徒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你自己心智的建筑师。这个视频不是娱乐，它是你训练的第一天。如果这条自我主宰的旅程是你选择要走的路，那么就迈出巩固它的第一步，留下你的点赞，作为对你自己进步的认可印章，并订阅频道。不要把它看作一次点击，而是看作与你最好版本的自己签订合同的行为，确保你将继续收到建造你内在堡垒的材料。现在，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正式任务，不是明天，不是1小时后，就在此刻。去评论区用大写字母写下这句话：我选择我的判断。请理解，这不仅仅是给算法的一条评论，这是一项法令，这是一次权力的行为表演，这是你在你的新城堡基础上公开奠定的基石，让你和世界都知道建设已经开始。这是你从自动思维和无意识反应的暴政中独立的宣言。在输入这些词时，感受它们所承载的重量和自由。这是你的新座右铭，将统治你平静的原则。现在就做。最后，如果你已经投入了你的时间和注意力到这一点，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些话的真理，那么就用最后一个行动来履行你的承诺。也评论我看到了最后。你会发现在这条旅程上你并不孤单，你会在评论中找到其他像你一样的建筑师，一个拒绝过被动生活的沉默社区。如果这条信息增强了你的力量，不要把它留给自己。力量的真正目的是服务他人。想想你生活中有一个人，此刻正在有毒信念的重压下受苦，与他分享这个蓝图，不是为了改变他，而是为了向他提供你今天得到的同样的工具，成为帮助他找到基岩的向导。